印军速派大批军舰安达曼群岛告急，印度将枪口指向了巴基斯坦。或许中国才是重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前几日，印度国防部长对外表示，印度陆军、海军及空军将于近日前往安达曼群岛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国内疫情严重、边境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安达曼群岛及附近海域完成综合性的进攻防守，进行分析演练、情报搜集，显然不寻常。据悉，在此之前，巴基斯坦侦察船曾出现在该岛附近，印军对巴基斯坦侦察船的出现非常紧张。印度在该岛展开军事演习，不少人认为是为了应对威胁。安达曼群岛对印度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自1999年开始，印度就在该地区建立了运动海军舰队。印度历史上第一个3军联合司令部也是在安达曼群岛建立的。当然，印度认为安达曼群岛有战略价值，也与中国有关。印度一名官员曾指出，中国海上出口相当大一部分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之前中印两军在边境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后，就有印度人叫嚣要封锁马六甲海峡，彻底封锁中国海上贸易线。因此，有分析人士声称，此次印度派出大量军舰在安达曼群岛军演，并不只是为了针对巴基斯坦，很可能是针对中国。拉达克地区的边境对峙仍在继续，以当前的局势来看，短时间内对峙不会停止。不过，该国也明白与我国的综合实力相差有多大，真在边境发生冲突，印度很难获得胜利。倘若能够利用在安达曼群岛的动作，就很可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以获取更多的主动权。巴基斯坦侦察船在安达曼群岛附近的动作，恰好给了印度军演的借口。印度表面上是将枪口指向了巴基斯坦，实则是指向了我国。这一次军事演习及背后透露出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印度的自大。中国海上出口依赖马六甲海峡是事实，可倘若印度真有能力封锁印度洋海域，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瓜达尔港进行贸易，绕开印度控制的地区。另一方面，每天经过马六甲海峡的除了我国轮船以外，还有其他多个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及法国等国家。一条世界型航线，其他国家怎么可能任由印度封锁？最终这么做的结果只会让印度自己拖到深渊之中。印度高层自信地认为，自己在安达曼群岛展开的军事演习能够同时威慑住巴基斯坦和中国，殊不知自己在该岛的活动犹如小丑一般。巴基斯坦军方反而通过围魏救赵的计策缓解了重要港口的压力。再者，印度想到用封锁中国海上贸易线的方法，只能说明该国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处于历史上那个旧中国。现在的中国，无论是在实力上以及形式上，都绝对碾压印度。就蓬佩奥日前攻击中国阻碍病毒溯源，指责武汉病毒研究所认为制造及泄露病毒一事，我国外交部要求美国方面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这已经是中方第4次呼吁美国说出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真相了。德特里克堡基地到底有什么秘密？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系？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是美军最重要的生物防御技术研究机构，但该基地在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以包括废水净化系统故障造成泄露等问题被关闭。一般这种情况只需要采取关停整改的措施，但永久性关闭只能说明事态要比曝光的情况严重得多。就在该基地关闭后不久，有传言说，在关停前，基地的工作人员曾偷偷将样本以及实验动物带出去高价出售，导致一种未知的半成品病毒泄露。
虽说没得到验证，但自此德特里克镇的居民就开始纷纷出售房屋搬离此地，甚至有不少人出现了咳嗽、发烧等迹象。直到2019年10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军运会中，有来自马里兰州的美军运动员。那个时候我国很多人都认为是巧合，毕竟最开始是从海鲜市场发现了第一起新冠病例。可如今我国外交部接二连三要求美国开放德特里克堡，可见事情不简单。有消息人士曾透露出，这些参加军运会的美国人来到武汉后不怎么训练，对参赛也一副不重视的态度，整日游山玩水，比赛成绩更是排名靠后。身为运动员不务正业，这不符合逻辑，并且美国人前脚刚走，后脚就出现病毒，很值得怀疑。再说美国在国内疫情越发严重的情况下还坚持复工，之前外界都以为美国人真当病毒是普通流感不在意，现在看来该国可能早就知道病毒是从本国传播出去的。另外，如果传言说美国有新冠病毒的特效药是真的，那么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该国很早就嚷嚷着要关闭中国通道。他们认为只要关闭加上有特效药能保命，殊不知新冠病毒开始变异，特效药也没用了。随着一线件真相显露，一个曾在德特里克堡工作的印度人在去年的爆料也引发关注。他曾表示，新冠病毒是来源于该基地，为了避免恐慌，美国军方和该基地达成一致，均默认中国云南的蝙蝠是病毒的来源。倘若这都是真的，我们等于错怪了特朗普。疫情刚开始在全球蔓延时，他就说过，没有人比他更懂新冠。当时还以为他在胡言乱语，现在看来，特朗普早就说了实话。如今外交部要求美方给出交代，也就意味着证实了病毒来自美国。现在美方再想甩锅也没有可信度了。印度陷入进退维谷两难的境地，却声称中方可能在边境增加军事活动，意欲何为？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伴随着拉达克地区的冬季来临，印军在边境显然有些支撑不住，估计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部署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后，会败在后勤上。虽说此前中印两军发生冲突是由印度方面先挑衅引起的，但在如今高原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印度开始陷入进退维谷两难的境地，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印度与我国作对。近日根据消息报道，中印边境地区即将在3月份迎来春季，对此一些印度媒体揣测，中国军队很可能会在对峙地区增加军事活动。印度一匿名高级军官称，达普桑盆地以北地区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或将因此升高。我国官方目前并未对该消息进行回应，但印度用可能来表示中国军队会在边境增加军事活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换而言之，印度媒体的报道不属于对事实的报道。在当前中印双方正在针对边境对峙问题进行谈判之际，印度媒体有意扩大中国威胁，此举值得警惕。倘若顺着印度方面的报道，中国军队真的在边境增加军事活动，印度必将面临极大的军事压力。印度本就指望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占得先机，可该国却没有预料到，在冲突中不仅没有占得任何上风，反而付出人员伤亡的严重代价。再者，印度认为运输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到边境地区，哪怕不能威慑住我国，起码也能在冬季来临前因为自然气候的原因以脱离接触方式撤军。如此一来，不管结果如何，印度都可以在国内宣传自己占了上风。可现实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印度军方接连作死的情况下，中方的决心反而越来越大，对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让印度乱了套，以至于大雪封山，印度后勤出现问题。
处在一线的对峙人员的后勤得不到保障，保暖衣服、防寒防风的住所，甚至连食物都供应不足。相比之下，中国战士们在边境的现状倒是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本身军事实力就与我国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后勤又跟不上，印度拿什么继续在边境与我军对抗？印度一直自认为我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本国，真要是双方发生战争，赢得胜利的只会是自己。可双方还没有发展成战争，印度士兵在边境就撑不住了。此时炒作中国军方可能在边境增加军事活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印度害怕甚至绝望的心理。正是因为各方面都占不到优势，在认清现实后，印度的心态变得微妙起来，开始想办法找台阶下。当然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当前在等拜登正式就职后的态度，毕竟中美印关系很有可能影响中印边境的局势。